是你建议我按兵不动，于是我和自己的同伴失去了联络。既然如此，能拜托你把那边的装置修好吗？首先，比起拜托，这是不是更像威胁？哦，好，快点帮我把通路修好，不然我就砸下去了。很抱歉，我做不到。即使是无所不能的工具，也要受限于它的应用范畴。那个通路，它从天而降，并非狼丘的造物。唉，和你说话真费劲。好。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啊。这也是理所当然。曾经唯一一个有资格离开的人，自己选择了放弃，而唯一一群有能力离开的人，又亲手毁掉了离开的方法。如果你还愿意听听我的建议，那么现在最明智的做法，就是物尽其用。来了。又来了吗？嘿，嘿，哈，哟，吧嗒，爆，去把他们轻轻敲醒。还是和之前一样啊，虽然弱小，却很难缠。好吧，那就再来一次。哇，真惨！呀，等等，他们不会是……状况有点蹊跷。人类总喜欢讲究效率。要想让某人回心转意，最好的方式，恐怕就是在效率上拿出诚意。刚刚是我的一点小心意，感觉如何？所以，你把那些怪物……那片游弋着星辰的天海，影子原本就和他们势同水火，而又此消彼长。不过，这次我想要的只是和你好好谈谈，因此帮你消灭怪物，在价值层面并不公平。下不为例。那为什么你之前不这样做？既然你有这种能力，应该不至于被我威胁才对。被威胁一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吧？相对而言，行动都有代价。如果不能确保有所收获，我还是更乐意什么也不做。那如果我真的用锤子砸你呢？如果长见识的代价只是被砸两下，我倒是无所谓。舍弃唯一的求生机会，却也要执意做些损己利人的事。哼，这种人想见一次可不容易。还是正式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吧，虽然有些拗口，但你可以称呼我为绝。倒不是我在谋求合作时自夸，比起他所留下的言与目之流，作为工具，我还是要全面的多。这好像与所谓的求生机会并无关系。你还真是目的明确呀。不然呢？按照你的理论，向你进行其他追问，不也意味着需要另外掏钱吗？明智的见解。毕竟作为工具，我能为你做到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一点。对于不知雁足的人来说，这反倒太过危险。不过，你大可不必如此警惕。等价交换并非我的风格，而是我的机能。即使你身上真的有利可图，如果我不能先给予你一些什么，促成一场交易，那我同样也没有能力从你身上拿走任何东西。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帮我修好那个大毛？别那么心急啊！即使我此刻的确是这狼丘之内的至高大能，也同样无法立刻实现你的愿望。但这也并不影响它成为交易的内容。任何目的的达成，方法不都多种多样吗？比如，
我完全知晓廊丘得以存续的关键，因此在我的引导下，你完全有能力凭一己之力毁灭眼前的世界。那么也就自然能够再次投身入海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。没关系，那我们……唉，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？随意开玩笑对于我们的交谈没什么帮助。很好。看来总是和松雀待在一起，让我对人类的多样性失去了必要的敏感。那么，直入正题。首先，我必须说明一点，你那些朋友的去向我并不知情。毕竟在廊丘，通路从未像刚才那样被启动过。至于我自己，作为一样工具，也并没有被分配到与之相关的记忆。当然，工具与工具也存在分别。一位园丁的工具，无论如何都只能用来修剪枝叶，而一位铁匠的工具，却足以成为一场战争的动乱之源。而我，属于造物之人的工具，为此，我必须无所不能。就像那些曾以树为名行于世上，并将人间毁去，使之就此分为天堂与地狱的人。先不追究你说的天堂与地狱是什么意思，全能之神能否创造出他无法举起的石头？难道你们是想现场表演一下这个悖论吗？这倒是很容易理解吧。作为造物之人的工具，我的无所不能终究要囿于规则之中，而以树为名的几位却时刻立于其上。他们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规则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所创造的所有我无法举起来的石头，都是我可以举起来的石头。文字游戏。总之，在你看来，想要启动那边的装置，也就只有求助于你说的那些树。不过，你真的有必要把花绕这么大一圈吗？有必要。作为工具，于合理的范围内，我会一字不差地达成你的要求。但也正因为一字不差，在向我提出要求的时候，也请务必小心谨慎，以免在看到结果的时候才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表述不够清晰。如你所见，我唯一的使用者不知所踪，总要有人代替他履行职责。但让任何一位树从永眠中醒来，都称得上是一桩弥天之罪。看来你还有其他事没有告诉我。不，事情很单纯。我不知道在你的来处是否也有关于造物主的传说。如果你选择去寻找他们，最终你绝不会认为自己行为高尚，而只会认为自己不可饶恕。那很好，因为我既不高尚，也不需要饶恕。我并不在乎你的文字游戏，也不在乎你背后的目的。我只需要重启通路和伙伴会合，继续我们的一心之旅。很好，那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就这样而已吗？会不会太草率了？如果你想签订契约，恐怕眼下没什么能将你我一同约束的准则。倒也不用那么麻烦。要不出发之前你先叫我一声主人。好了，也不用这么当真。现在可以确定你的确没有什么幽默细胞，而且现在玩这个也没意思。等以后有外人的时候再让你这么称呼我。出发吧，第一步该怎么做？这需要你说出你想要做的事，或者你想要的东西，就像施工图纸一样，越详细越好。那就直接带我去我现在最应该去的地方吧。基于我对人工智能那微妙的不信任，比起过渡你和我的口述，让你直接进行自动寻路恐怕才更符合我的诉求。还真是奇怪的需求。不过也好，熟悉使用方法的过程当然也得包括犯错。那如你所愿。
这里和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又有什么关系？像我说过的那样，提出要求的时候，总归还是越详细越好。哪怕是些微歧义，往往也会让你事与愿违。不过比起一些更加严重而危险的谬误，眼前的情况至少没有危及性命。可我为什么最应该来这里？倒的确是一字不差，你应该先提醒我的。因为事实上我的确不在乎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需要做的事情只有2件：被使用，以及确保自己还能够被使用。你应当明白，一把被握在手里的刀，并没有义务提醒它的使用者不要去抹自己的脖子。当然，如果你有相应的遗愿，我倒是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。你就不能抛出一些正面的话题吗？如果这也是你的需求，那么当然可以。比如你可以利用这场谬误正确的补充养分，而在这段时间中，我可以帮助你做一些探索性的尝试。是关于你说的那种术吗？倒也没错，在叫醒他们之前，那些人也的确需要用另一种方式补充养分。不过我刚才其实是指